被波音送到轨道上面的2名宇航员还被困在国际空间站当中啊，但他们也许还值得庆幸啊，因为至少现在他们还有地方可以待嘛。要是波音再隔几年上天之后，他们要是遇到同样的氦气泄漏，那真就无处可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国际空间站已经不在太空，在海里面了。我们都知道，国际空间站的退役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阻挡的事实。根据 NASA 最新发布的信息，他们计划使用 SpaceX 经过改装的 Super 版本的龙飞船，在2030年左右把国际空间站推离轨道。届时它将在大气层当中猛烈燃烧，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一个大火球，价值大约1500亿美元，来点亮太平洋的上空。最终剩下的残骸将在新西兰和南美之间的尼莫点坠入海洋。注意啊，这个位置的命名灵感来自于著名的科幻小说《海底2万里》当中的尼莫船长，而不是动画片《海底总动员》里面的小丑鱼尼莫。因为这儿是地球上距离任何陆地最为遥远的地方，也远离了任何的航线与洋流。自1971年以来，就成为了废弃航天器的乐园，俗称航天器墓地。已经有超过200个太空废弃物葬身于此国际空间站它再牛，最终拥抱它的还不是这帮难兄难弟吗？那真到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只有咱们中国的空间站还运行在轨道上呢？最好还要让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宇航员们排着队申请上咱们的空间站才好呢。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NASA 精得很它不出钱搞空间站了，但能不找一些接盘侠吗？这些接盘侠就是私人航天显然未来的空间站也是一门生意了，只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生意，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不过有些公司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这个全新的舞台上证明自己了。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几座可能会成为国际空间站接替者的未来空间站项目。第一家是 Axiom Space 公里太空的 Axiom Station， 他们计划先将其连接到国际空间站，然后在所有模块连接好之后呢，再将其从国际空间站中分离出来，成为自己的空间站。一旦完全组装好， Axiom Station 的可用体积将几乎是国际空间站的2倍。第一个模块计划于2024年连接到国际空间站，并于2028年全面完成。但现在看起来显然是实现不了了，大概得推到2026年才能连上第一个模块。建成之后， Axiom Station 将用于微重力太空制造的研究，并为私人和专业宇航员提供住所。第二家是 Vast Heaven 空间站，实际上它很可能才是首先进入轨道的那个接替者。为什么呢？因为它简单，这是一个大简化的系统，就是一个单模块，单次发射就能够上去了类似于最初的礼炮站Vast 公司最初的计划要比现在有野心的多他们原本是想通过新建来发射巨大的模块，形成一个可以提供人工重力的旋转空间站，但目前转为专注于这个小型空间站了其想法很简单如果你在龙飞船上进行私人太空飞行活动空间有限嘛，生命支持系统也很有限，为什么不把它对接到轨道上面的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飞船上面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并且这个空间站还不需要非常复杂，可以只使用龙飞船的生命支持系统就行了，只需要再增加一些消耗品嘛。所以这个空间站呢，只有大约10米长、3.8米宽，适合装在猎鹰9号火箭的顶部发射，可以预装多达150公斤的货物，包括科学实验设备、太空制造设备或者太空派对设备。它不像国际空间站那样是不会永久有人居住的，它只有一个对接口，一旦飞船离开，船员也必须要随之离开但它看起来足够简单，所以极有可能会在 Axiom Station 的任何部分发射之前就会就位，抢占一个先机。接下来是第3家 Orbital Reef 轨道礁空间站，它是一座由蓝色起源主导的大规模多模块低地球轨道空间站，将用于商业科研和旅游。它主要由蓝色起源的新格伦火箭发射新格伦火箭比猎鹰9号要大得多，整流罩可以容纳更大的载荷但是它又不如星舰大，因此空间站的一些模块是可充气的，它们是由 Sierra Space 塞拉太空公司开发的。实际上塞拉已经在测试这些充气模块的可靠性了在一次演示当中，他们将其过度充气直到爆裂甚至还在一次测试当中把充气系统给扛挂了，足以证明这些模块虽然柔韧，但是却非常的坚固。这座空间站建成之后可以容纳10名机组人员，除了蓝色起源和塞拉太空，参与其中的还有波音，它将提供科学舱空间站的运营维护工程和星际客机载人飞船Redwire Space 它提供的是微重力研究、开发和制造、有效载荷操作和可部署的结构。 Genesis Engineering Solution 负责日常操作和旅游游览的单人航天器。另外还有一个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它领导一个全球大学的联盟，提供研究咨询服务和公共宣传服务。
现在原本应该在2020年代下半叶投入使用的，但现在看起来可能性也不那么大了，尤其是考虑到波音的星际客机是那么的拉垮。下一个候选者是 Starlab， 跟 Orbital Reef 一样，它也将是一个完全由私营公司运营的空间站。Starlab 原本由 Nanoracks、Voyager Space 和洛克希德马丁来运营，但后来洛克希德马丁推出洛斯罗普格鲁曼加入，空中客车成为其主要的合作伙伴。Starlab 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其主要结构是一个由340立方米的大型充气栖息地组成的。该站还配备了一个60千瓦的动力和推进元件，一个用于维护货物和外部有效载荷的大型机械臂，以及一个最先进的实验室系统，用于承载先进的研究、科学和商业能力。Starlab 计划于2027年通过一次新线发射来部署，可以同时容纳4名机组人员。最后，其实接替国际空间站的也可能是月球门户它是阿尔忒弥斯计划的其中的一部分，旨在将人类重新带回月球，但它主要还是由 NASA 来运营的，其他几个政府航天机构参与，比如欧空局、日本宇航局和加拿大航天局。跟以上私人航天运营的空间站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就不展开细讲了。所以你觉得以上这些哪个会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呢？留言来分享一下吧。二战后期眼看快要守不住太平洋的日本海军准备要做出最后一场赌博了，那就是要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希望借此来让美国做出让步。他们能怎么做呢？派轰炸机飞到美国上空扔下炸弹吗？太平洋上的岛屿已经丢得差不多了，要是从日本本土起飞的话，飞到最近的美国西海岸也有7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更不要说超过1万公里的东海岸了。然而整个二战中战斗航程最大的轰炸机 B-29 空中堡垒续航也只有5200多公里，那还是人家美国的，既然飞不过去，那能把航母开过去吗？更不可能在珍珠港栽了大跟头的美国海军如今已经把日本盯得死死的，哪还有机会再让他钻一次空子呢？于是日本唯一的机会就压在了隐蔽性更强的潜艇身上，准确说是用潜艇来装飞机的潜艇航母身上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潜艇航母的故事。提出这个计划的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山本56，他希望打造一支可以携带多架攻击机的潜艇航母舰队，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方的城市，然后发动突然的袭击，接着再潜入海底偷偷溜走，以此来给敌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恐惧。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简单首先它需要有超长的续航能力，能够往返于自家门口与美国的任意一个海岸边至少3趟，不用停下来加油或者是添加补给。这就是说它需要携带将近200万升的柴油与能够让船员在海上撑过数月的补给才行，这无疑会增加它的体积。另外呢，作为重头戏它至少还要携带2架，当然后来变成了3架全尺寸的鱼雷轰炸机，包括装在其上的800公斤的炸药。为了让轰炸机能够顺利起飞呢，工程师必须在局促的甲板上设计出一条弹射轨道，而为了能顺利的回收执行完任务的轰炸机，还得要再另外加上一套完整的回收系统，包括一台看起来并不小的起重臂。这2样东西呢，通常会在二战当中庞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看到。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我之前专门讲他们的视频。好吧，以为这样就完了？其实他们跟怎么把3架轰炸机塞进潜艇的舰身里面比起来呢，还是算容易的。因为一架常见的二战时期俯冲轰炸机的翼展大约是12米，你怎么塞？只能把翅膀给它砍断了塞。所以工程师就需要想办法设计出一架能够方便的把砍断后的翅膀再接起来的全新轰炸机装在这个上面。可折叠的机确实是个挑战，对吧？但日本人还真就硬生生的把这样一个巨无霸潜艇给设计出来了，并于1943年年初开建第一艘，次年年底建造完成，起名E400。它硕大无比，长度几乎达到了德国 U 型潜艇的2倍，宽度也很惊人为了支撑机库的重量以及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呢，工程师为它设计了一个8字形的抗压外壳，基本上呢就是把2个船体连在了一起。结果就是排水量几乎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大潜艇排水量的3倍之多。为了驱动这台怪物呢，艇上装备了2套动力系统，4台2250马力的柴油机供它浮在水面上时使用，2台2100马力的电动机供它潜在水下时使用。顶层甲板的正中间是一个圆柱形的防水飞机机库，长31米，直径3.5米，可以容纳3架，专门为它设计的可折叠机翼是秦岚攻击机。这个就可谓是它的独门绝技了。当E400悄悄地接近它的目标时，船员们已经在水下开始为攻击做准备了。他们会让经过加热的燃油持续地流过飞机的引擎，以此来完成发动机的预热，使之随时可以出击。
当接近目标时，E400浮出水面，机库舱门被迅速打开，飞机依次来到甲板。接着，机组人员启动引擎，装载武器，展开机翼和尾翼，将浮筒锁定到位，挂上弹射器，嗖的一声，压缩空气就将一架飞机弹了出去。然后是第二架、第三架，整个过程花费大约30分钟。在那之后呢，E400会下潜回到安全的区域，并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轰炸机完成任务后的返航。装着浮筒的轰炸机可以降落在靠近潜艇的海面上，接着液压臂会提起并回收它们，把它们再度装回自己的肚子里面。当然，如果有的时候需要装载更多的炸弹以及更远的飞行距离，这几架秦岚攻击机也是可以不带浮筒弹射出去的。只不过呢，在完成任务之后就只能是坠入大海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似乎到了日本人那儿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选项而已。当然，除此以外呢，E400本身也是一艘设计极为出色的潜艇。比方说，舰首装着的8个鱼雷发射管为它提供了强大的对舰攻击能力，甲板上装着5门炮，构建出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沿着船舷的两侧呢，装着2套平行的防磁电缆，也就是通电的导体，用来中和潜艇自身所产生的磁场，这就可以消除当时常见的通过感应船只驶过时产生的变化的磁场来引爆的水雷的威胁。当然，最重要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声涂层，由树脂石棉和粘合剂混合而成，涂在潜艇身上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吸收和扩散敌方发射过来的声呐脉冲，并同时抑制潜艇内部的机械噪声向外传递，有效的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是E400能否成功突破防线，悄无声息的来到美国沿海的关键了。你看，够黑科技了吧？难怪美国海军在缴获它之后呢，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是战争再稍微持久一点的话，后院着火的自己还能不能意志坚定的打到最后了？但事实就是E400连一场仗都没有打过就被沉到海底了。这其中既有战争进程的原因，也有自身缺陷的原因。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讲一讲啊。先说战争进程山本56是在1942年年初提出这个方案的，但整整要到1年之后呢，第一艘E400才开工建造。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输掉这场战争了。尤其是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呢，日本已经被美国赶回了太平洋的另一端，原油和原材料的严重匮乏，只让E400的建造厂大喊揭不开锅。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主导E400设计和生产的山本56的死了。1943年4月，美军实施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劫杀，将搭载着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的伊式轰炸机击落在了布干维尔岛的原始密林当中。于是原本就不太受待见的E400，如今更是江河日下，从一开始计划中的18艘减少到9艘，接着又缩减到了5艘，而实际更是只生产出了3艘，并且时间已经进入了1945年。结果就是呢，甚至这其中的1艘还没有来得及入列，就伴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永远销声匿迹了。这是战争进程的原因。那E400支撑就毫无问题吗？虽然并没有经过实战，但其实也幸好没有经过实战，否则连一点神秘的想象空间都留不下来了。它的问题其实还挺大我们随便捡几个来说。首先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太长了，理想速度是30分钟放完3架飞机，但实际在打仗的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的。而浮在水面上的E400呢，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活靶子，全舰150名士兵都会为此冒上极大的风险。接着，要是这会儿真的被敌人的空中飞机发现了怎么办呢？赶紧下潜呗。可惜的是它下潜的速度也比别人慢半拍，于是风险再加上一个指数。第3点呢，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放飞机，可飞机也不够争气机械故障频发，就这么3架都不可能每次都放全，总有那么1-2架会掉链子。你看这一来一去，风险加倍，收益减半，真是要给他上了战场，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好了，这就是潜艇航母的故事了。你觉得这玩意儿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吗？未来还有必要出现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每周都会把好玩、有趣又不太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坦克炮弹飞行速度超过1500米每秒，所以当你想要跟上它的速度，盯着它看个仔细的时候呢，不得不想点办法。我们偶尔可以看到一些令人惊讶的高速摄影画面，比如这段视频当中，高速摄影机一路跟着这枚炮弹，从它飞出炮口直到击中目标。当你意识到以炮弹的速度飞过你的眼前，连个眨眼睛的时间都不会留给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点好奇，这样的高速跟拍画面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留点时间给你猜一猜。如果你认为它是透过一面镜子来完成的话，恭喜你答对了。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一面电脑控制的反光镜来跟踪快速飞行的炮弹，并将炮弹的图像反射到一旁的高速摄影机的镜头里面。反光镜的旋转速度跟炮弹的飞行速度相关，炮弹飞得越快呢，它自然转的也就越快。通过电脑的精确控制就可以让高速摄影机跟踪拍摄下100米左右范围内的炮弹飞行状态了，是不是很赞呢？实际上，旋转反光镜并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世界上第一批高速摄影机中就有它们的身影，并且其中的一些摄影机呢，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拍摄速度最快的家伙，每秒钟可以拍下2500万张画面。Oh my god！
谁敢在这样的摄像机下面表演魔术啊？当然，他们的发明不是为了跟魔术师过不去的，而是为了更加宏伟的目标，拍摄原子弹爆炸的画面。在曼哈顿计划期间，也就是美国秘密研制原子弹的阶段，相机制造商被要求制造一种能够拍摄下原子弹爆炸最初几微秒的摄像机。这是因为为了能够让核裂变产生链式反应，并达到临界质量，一个网球大小的布必须被压缩到原来的1半大小。这是通过使用一组环绕在布核周围的爆炸透镜来实现的。爆炸透镜呢，其实很类似于我们用于聚焦光线的光学透镜，只不过它们使用的材料是炸药，而聚集的也是爆震波而已。为了能够让布核被均匀的压缩，32个围绕着它的爆炸透镜必须要完美的工作在1微秒内同时起爆。如果任意一个爆炸透镜起爆延迟了，就会导致核裂变反应不充分，甚至根本就不反应了。所以能够看到爆炸透镜起爆后几微秒之内的效果呢，对工程师而言至关重要。人眼是没有什么指望啦，就只能靠高速摄影机了。在当时最快的摄像机呢是 Fostex 电影摄像机，它可以拍摄1万帧每秒的画面，也就是每隔100微秒拍摄一张画面。拍什么样的电影倒是都够用了，但显然还是远远达不到原子弹工程师的要求啊。于是旋转反光镜式高速摄像机就应运而生了。第一台是由英国物理学家 William Marley 发明的，所以就叫做 Marley 摄像机了。它在一个类似于杰克加廖夫转盘机枪弹鼓的圆盘中心安装上一个旋转的反光镜，并在圆盘四周装上密密麻麻的镜头组。每个镜头呢对于背后的一张胶片，当中心的反光镜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呢，可以让这台摄像机以10万帧每秒的速度将画面记录下来。可是还不够快啊，不过没关系啊，既然思路已经有了，那就沿着它继续升级就好啊。于是后来研发的 Mark Strix 摄像机将速度升级到了1000万帧每秒，这意味着每个100纳秒就能够拍下一幅画面。也许你对这个时间呢没什么概念，那想想如果把1秒分成1000万份，而这只是其中的1份，总该让你感受到这样的时间间隔有多小吧。显然工程师们呢并没有在发明更快的高速摄影机上面止步不前。到了20世纪50年代，使用电磁快门的 Riptronic 摄像机将拍摄间隔缩短到了10亿分之1秒，可以用于拍摄核弹爆炸最初几微秒到10几微秒的动态画面。如今旋转反光镜摄像机呢还在使用，只不过已经将其中的胶片替换成了数码感光元件，并发展出更高的速度记录，高达2500万帧每秒。这画面间隔是多少分之1秒呢？我已经算不过来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经常有收到粉丝的留言，让我讲讲船尾螺旋桨的那根轴是怎么密封的。我想，这还不简单吗？用黄油啊。哦，对了，这个黄油呢，可不是咱们吃的黄油啊，是那种经常能够在修车厂里面见到的膏状的，起到润滑作用的黄油了。我小时候做船模的时候，就是用它来密封的，所以大船模厚一点不就好了吗？真这么简单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其实哪有那么简单？我仔细研究之后呢，发现就连想要讲的尽量简单都难啊，所以我尽力，也欢迎大家来帮我补充和纠正啊。虽然成年人的船尾上不抹什么黄油，但其实无外乎也只是把黄油密封的方式搞得更精细、更复杂、更有效了而已，原理都是差不多的。使用某种东西夹在旋转的尾轴和固定的开孔之间，来把水堵在外面。所以根据夹在其中的东西的材质不同、位置不同、作用不同呢，大体上船尾密封就被分成了3种方式。填料密封、皮碗密封、端面密封。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讲讲。咱们先看另外一样东西啊，汽车的发动机。它跟船尾轴的密封很像啊，也是既要让一根轴在圆筒中自由的运动，又要让轴的两边完全的密封。所以它是怎么做到的？你看，如果把中间的这根轴做得太粗，在这儿就是活塞太粗的话，直接就把它与气缸之间的缝隙全都填满了，气自然是不会漏了，但巨大的摩擦力也会让它无法动弹啊。而反过来，为了减少摩擦力，把活塞的直径做小，让它跟气缸之间的缝隙变大，运动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气缸里面的高压燃气不也就全从这里泄出去了吗？左右为难啊，怎么办呢？活塞环就来了，它被卡进比它略大一点的活塞环槽当中，并具有一定的弹性。当高压燃气顶过来，会很自然的把它推到两边，压到气缸壁上面去。于是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密封面，既把气堵在了里面，又由于其接触面积非常的小呢，所以摩擦力也是控制在了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活塞就能够在气缸当中边动边堵了，完美解决了问题。所以从活塞环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学到了紧密贴合的摩擦面是可以起到密封作用的。只要是这个摩擦面还够小、够滑、够硬的话，对运动也是没啥影响的。于是船尾密封的第一种方式，填料密封，几乎就是直接把活塞环从汽车上给扒了下来，装在船上了而已。在支撑尾轴和其轴承穿过的尾轴管里面呢，开有一些凹槽，凹槽内塞入比尾轴管内壁直径略小一点点的特殊填料，使其能够压紧位于中间的尾轴，形成一个狭窄的密封面。这样的话，当尾轴旋转起来之后呢，它们就能够像活塞环一样起到密封的作用了。填料的材质呢，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一般使用的都是油浸石棉绳，有很多不同的规格，可能是配合不同的船只或者是
是不同的使用环境吧。总之呢，它们应该是非常耐磨，但又不至于像尾轴那么耐磨。所以呢，磨损的永远是它。只要定期更换一下就好了，尽最大可能去保护那根娇贵的尾轴。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啊？只要是有摩擦就会产生损耗，水滴还能湿穿呢，棉绳怎么就不可能把钢轴磨出一个槽呢？所以啊，填料密封的方式已经基本上不会用在如今的大型船舶上了。你看这个能够穿人的大洞就是用来穿轴的，所以你觉得要是把这么粗的一根轴给磨损了去换掉，值当吗？不值嘛。这就有了第二种方法，皮碗密封，又叫做纯口密封。关键是加入了这几样东西，一个是这样的截面为英文字母 J 型的皮碗，另一个是套在尾轴上的高硬度衬套，还有一个是灌在尾轴管里面的复杂油压系统了。我尽量把它简化后讲给大家听啊。类比前面的填料密封，现在压紧尾轴形成密封面的东西，从之前的油浸石棉绳换成了现在的介型皮碗了，所以它们跟尾轴之间的接触面积呢得以进一步的减小，摩擦力大降，各种损耗也随之降低了。同时啊，为了防止它依然会对所接触的物体带来磨损，那咱们干脆就给尾轴穿上一件专门用来磨损的马甲嘛，它套在尾轴外面，跟螺旋桨和扣紧环紧固在一起。当使用了一段时间，被皮碗刮出凹槽之后呢，只需要把它拆下来换掉就可以了，既不用费太大功夫，也不用花太多的钱，相当于就是器具保帅了。最后一个妙的地方是啊，你看阶型的皮碗是有方向性的，所以就可以用它搭配上液压系统来控制润滑和冷却液体的流向了。当界的勾勾朝左的时候，左边的液体呢是很难流入右边的，但右边的液体却可以流入左边。而反过来，当界的勾勾朝右的时候呢，右边的液体很难流入左边，但左边的液体却可以较为轻松的流入右边。根据这个思路啊，在尾轴管的密封系统里面呢，通常就用到了6个皮碗，它们的布置如图上所示。1、2、3和 3S 呢放置在靠近螺旋桨的尾端，4和5放置在靠近发动机舱的前段。1、2、4、5勾勾朝左，3和 3S 勾勾朝右。两套油压系统会在2、3、3S、4、5之间不断泵油循环，起到润滑、散热和密封的作用。1的外面和1与2之间就是充满的海水了。同样它也可以起到降温和润滑的作用啊。所以整体上看呢，这6个皮碗实际上被分成了3组，对应着3种不同的液体压力。1和2一组直面海水，对应着居中高度的海水压力。2和3一组，中间夹着润滑油，它的压力可以通过其设置的重力油箱的位置看出来，是低于海水压力的，所以就能够让它以较为缓慢的速度通过往左勾的2号皮碗朝左边的海水当中渗出去，既起到了润滑作用，又起到了把海水挡在外面的作用。3S、4和5之间呢，则充满了压力高于外界水压的润滑油，它可以对中间的轴承起到充分的润滑和降温作用。同时，当海水突破2号皮碗甚至是3号皮碗之后呢，也能够用其更大的液压把海水压在外面，避免进水。这个差不多就是皮碗密封的基本工作原理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呢？要是听懂了就扣个1，不太懂就扣2，完全蒙圈的就扣个问号。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以上2种啊，你看其实都跟活塞环差不多是一样工作的，就是把尾轴箍在中间，像是上了紧箍咒一样。所以既然有第3种，那我们就要帮尾轴松松绑了。端面密封，封的就不是尾轴的表面了，而是尾轴上装着的摩擦盘了。摩擦盘有2个，一个叫做静摩擦盘，装在固定不动的尾轴管上，只能在弹簧的作用下沿着轴向前后移动，但是不能够转动。另一个叫做动摩擦盘，它与尾轴是连在一起的，只能跟着它转动，但不能前后移动。实际的封装图呢太过复杂了，我就直接将其简化成了这样：弹簧会一直推着静摩擦盘压在动摩擦盘上，在这里形成一个密封面，后面的部分呢就全是水了。与此同时，还会再泵入高压水，用来进一步的降温、润滑，以及把钻空子进来的海水呢给压出去，就这么简单。它的好处啊是易于维护，如果摩擦盘不是已经被磨得太薄了的话，都可以在弹簧的作用下一直压紧在一起的。有点像是我们汽车的碟刹系统，如果真的是磨得太薄了的话，那么直接换一块不就好了吗？我搜索了很多资料，似乎用到这个密封方式的船只呢都不是太大，在那些巨型油轮和集装箱货轮上呢，一般用到的都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2种皮碗密封。所以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可以召唤你认为最专业的人来帮我确认这个答案。今天的内容呢就暂时到此为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同时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哦。万万没想到啊，在珠海航展上竟然把我们最新的枪械一个个都摸了个遍。摸着摸着有个问题就涌上了心头，那就是瞄准器它都是在枪管的上方，而且有的还挺高的。即使我3点一线把目标给瞄准了，但其实枪口对着的并不是这条线啊，它到底是怎么做到打过去就正好落在了准心上的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因为瞄准线也就是眼睛照门准心和目标之间的连线，同下面这根枪管的延长线，也就是射击线之间呢，并不是平行的关系。虽然它们看起来和感觉起来都似乎是平行的才对啊。但是呢，这两者却是有一定的夹角的。简单来说啊，枪管延长出去的射击线会比瞄准线略微上翘，这是为了消除子弹的抛物线运动对于射击精度所造成的影响。还是上图会看得更明白一些。图中的红线呢是瞄准线，由于只是一根假想线，所以不会受到物理世界的影响，一路出去都是笔直的。而黑色的线呢，就是子弹打出去的轨迹线了，它会是一条明显的抛物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两个信息，一个是它出膛的时候呢，就是往上走的，说明射击线同瞄准线之间是有夹角存在的。第二个是它同红色的瞄准线之间呢有两个交叉点，图中两个交叉点的位置呢分别是在30米和200米，这就说明如果这把枪瞄准的正好是30米或者是200米距离上面的目标的话，那么子弹飞过去落在的地方就正好和你瞄准的地方重合了，打的是相当准啊。但如果你瞄准目标是在30到200米之间的话，那么你打的就偏高了，比方说100米的位置上呢，偏高达到了8厘米。而如果你瞄准的目标是在200米开外的话，那么打的就偏低了。你看到了300米的地方呢，已经偏低30厘米了，肯定就脱靶了嘛。所以看到这儿呢，我的第一个疑惑已经解开了，那就是之所以抬高的瞄准器不会影响到射击精度，是因为子弹它是向上射出去的，是被抛到目标上去的。但是这又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总是打30米或者200米上的目标，要是距离不满足，该怎么调整呢？这就是表尺要做的事情了。想象一下，想要让子弹的轨迹线在100米的距离上同瞄准线重合起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之前在100米上它是比瞄准线高了8厘米，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只需要将枪管抬得低一些，减小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就能够让子弹在飞到100米的时候正好落在瞄准线上了呢？就像这样一样。同理如果想要击中300米处的目标，那把原本已经矮了30厘米的枪口抬高，加大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是不是也就完美解决问题了呢？所以表尺要做的就是能够依据目标位置来自由的调整瞄准线与射击线之间的夹角。该怎么做呢？拿最直观的立框式表尺来举例在它立起来的框架里面呢，有一个能够上下移动的罩门。当把罩门放到最上面瞄出去呢，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所形成的夹角自然就是最大的状态了。所以它瞄准的就是最远的目标。比方说这个表尺上标注的数字15呢，就表示着1500码的距离，大约是1400米不到。对于步枪来说呢，已经非常远了。而如果把罩门放到最低的地方瞄出去呢，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就会非常小了。此时瞄准的就是100码91米处很近的目标了。基本上呢，瞄准就是这么回事了。看起来再高级的设备呢，底层逻辑也就是这样的，只是会更加方便与精确而已。比如你们仔细观察这个立框式的表尺，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明显的 bug 呢？就是距离越近刻度之间的间隔也越窄，反过来距离越远，刻度的间隔也越大。这是因为子弹在空气中飞行时，受空气阻力的影响，射击距离的增加量同枪口抬高角度的增加量不是个等比例的关系随着子弹飞得越远，你想要让它飞得更远的枪口的抬高量还得要更大才行。但这无形中增加了调整表尺的难度，因为间隔并不是平均嘛，尤其是那些距离近的刻度那么密，很容易就把罩门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这在战场上慌乱之下是太容易发生了嘛。所以呢，怎么解决呢？用弧形表尺表尺躺下来，上面均分刻度，再套一个可以前后滑动的垫块，而每个刻度所对应的不同高度呢，则由垫块下面的弧形底座给撑起来。你看它是这么工作的。所以就不容易再弄错了嘛。好了，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大家好，我是火箭叔，感谢西瓜视频邀请我参加与有荣焉我和伟大祖国的高光时刻活动。建党100年的祖国呢，有很多的高光时刻，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火箭了。走进天津火箭制造公司总装车间的那一瞬间我就被震撼到了。一是因为只有近距离的站在长征5号的旁边，当呼出的热气都能在其表面形成一块薄雾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感受到5米直径究竟有多么的庞大。二是因为火箭的组装呢，完全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里没有机械臂，有的只是手臂。三三两两穿戴全套防护服的工人们呢，站在火箭燃料箱的上面、后面，拧着螺丝，装着管线，讨论着图纸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配说明。这个
跟我们大学里面的创客空间好像没什么本质区别嘛，完全就没有火箭应该给人的科技感和神秘感了。所以是失望的情绪有点震撼到我了。但2天之后啊，我就彻底不这么想了。今天呢，我就通过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中国火箭制造水平的真实感受。上个世纪50、60年代啊，美国都已经能够把人类送上太空了，但我们的工业基础呢，还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23位2弹一型元勋为代表的第一代航天人，毅然地投入到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当中去，硬是从零开始辟出了一条通天大道。我在火箭院里面问了专家这样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咱们的运载火箭都要叫做长征呢？他想了一下说，因为造火箭这事儿对咱们的航天人来说可不就是长征吗？它既代表了这个事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漫长的事，也代表了走这一趟的人所不得不拥有的坚强意志与百折不挠。60多年过去了，长征依然还在继续，但是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从1970年4月24日的长征1号成功发射开始，我们的长征系列火箭也逐渐扩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发射能力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轨道类型了。长征1号系列已经退役，长征2号系列主要是面向近地轨道的载人和卫星任务的，尤其是成功执行了神舟系列飞船和天宫实验室发射任务的长 2F 了，绝对算是载人工程的功勋火箭了。长征3号系列呢，主要是面向高轨卫星任务，是建设北斗系统和实施嫦娥探月的工程。长征4号主要是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拥有比长2系列更大的近地轨道运力。长征5号还用说吗？直径5米的大火箭是大载荷空间站去升空的首选。长征6号是新一代的环保型火箭。长征7号是环保型改款的长 2F 中国空间站建设的顶梁柱。长征8号是新一代的中型液体火箭，长征11号可以快速响应、灵活机动，实现不受发射场限制的低轨商业卫星的发射。当然，未来还会有长征9号、长征 N 号等等火箭的诞生，为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添砖加瓦。但是啊，这让我心里面的反差呢就更明显了。发展了60年，怎么还在上手工呢？我虽然没有亲自去过汽车的生产线，但是也看过很多画面和报道啊，感觉里面的自动化程度是很高的。联想到前段时间我刚好去参观过的一家棉纺厂，其中也基本上都是自动化的设备了，人的角色更多是巡视和监督，符合我们对现代工业的一贯认识嘛。火箭也是现代工业啊，而且还是现代工业中离未来最近的工业之一。为什么还停留在手工阶段呢？是只有我们的火箭生产用手工，还是大家都是呢？ SpaceX 的火箭呢？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基本上在车间里面抓到一个人就会跟他聊一聊，然后就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中国的火箭制造其实还没有进入到产品化的阶段啊。虽然我们有长征5号、长征5号 B、长征7号等等这些系列的火箭，但它们是产品吗？不是嘛。只有能够大规模生产并且生产出来的每一个都基本无差异的才叫产品。而我们再来看火箭啊。上次发射的长征5号和这次发射的长征5号，严格来说，它们并不是同一款长征5号。当然，下一枚也是如此。因为每一次虽然在普通人的眼里面发射无疑是成功的，但表面背后啊其实是隐藏着很多问题的。有的是隐患，只是很幸运的没有暴露出来；有的是低效，显然应该被更好的设计所替代掉；有的呢是冗余，明明可以把它给剪掉。等等这些啊，所以每一次长征火箭在发射完之后呢，任务团队都会仔细的去回溯复盘，以便在下一枚火箭设计和制造的时候进行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就必然会带来一些安装布局方面的变化，舰载仪器设备的增减等等。外观看上去还是咱们可爱的胖五，但是心却已经是升了级的。另一个呢，是由于每一次的任务目标都是不同的，比如这次是送天河号核心舱上去，下次呢是送梦天试验舱上去。尽管都是用长5B，但也会对火箭的设计安装进行微调，以便最优化的执行这次任务。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目前我们的火箭每一枚都是定制的，如同一件量体裁衣的西装一样，并不适合采用机械化的工业生产，因为这样既生产不出来，还会造成大量的投资浪费嘛。所以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咱们可以分2个方面来看啊。不能自动化生产的火箭虽然在效率上显得不高，但是却能够在创新上持续精进迭代，靠技术娴熟的人来找到最优解，并且呢，有效的降低此过程当中的资金投入。我把这个总结为微创新。尽管我们觉得像是手机从诺基亚到苹果那样的创新才叫做创新，但实际上很多隐藏在表面下的我们看不到的创新呢，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像我们2枚长5相同外壳下不同的线束布置一样。但是反过来啊，这种太依赖人而不是机器的操作方式，一是很难避免人的惰性和麻痹在其中起到的负面影响，
二是速度慢了，发现问题的频率就低了，改进升级的速度自然也就慢了。埃隆·马斯克说他的目标是一天要造1台猛禽发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支持他不停的发，同时还能更快的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迅速迭代。从星舰原型机的发射频率上呢，我们确实是看到他就是这么做的。对了，星舰为什么能造这么快呢？的确是有点让人害怕啊。我问了几个火箭制造的专家，他们也有点想不明白，也很好奇啊，也希望去学习啊。但显然这就是一个黑箱嘛，我们拆不开它，只能靠自己去推测、研究和实验了。毕竟人家比我们早了100年实现工业化，很多技术经验我们还在学习和积累当中。中学生自然很难看懂大学生的解题思路了，承认这点才能让我们学得更快。美国也是走过这个阶段的，他们造土星5号，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火箭时，也是纯手工的状态啊，所有环节都是人去趟出来的，所以就有了这个说法嘛。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先进的科技和工具，依然是无法将那台 F1 发动机给复刻出来的。原因很简单啊，掌握那些手艺的工人呢，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自动化还是手动化，并不意味着先进与否，只是在不同阶段的必然过程而已。我相信随着商业航空的发展呢，我们的火箭制造也会走向规模化、自动化的那一步的。我们只是需要耐心的去等着一个个奇迹被见证的时刻就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把电站建到太空里可以吗？生活在21世纪，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科幻变为现实。比方说太空电站，今年5月，阿特拉斯5号火箭就发射了一艘神秘的航天飞机进入太空，它是隶属于美国太空军的 X-37轨道飞行器。围绕着这个飞行器的谜团其实有很多，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可以单独做一期。但今天主要讲的还是它本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对太空电站展开测试。虽然太空电站这个概念已经在科幻小说里面存在了快1个世纪了，但真刀真枪的进入到太空当中测试呢，这还是人类的第一次。我是人生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太空电站，它要怎么建，发出来的电我们又该怎么用，它真的是解决未来能源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好，下面我们就开始了。简单来说太空电站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本覆盖在地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移到太空当中去，让它们在那儿收集太阳能，然后再把收集到的能量以微波或者是激光的形式传回到地球，最终呢，从地面上的接收装置里面把电能给输送出来。听起来并不复杂，对吧？所以这个概念自然出现的也是非常的早，早在1941年就由艾萨克·阿西莫夫写进了自己的一个短篇科幻小说里面。顺便说一句啊，此阿西莫夫就是那个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3定律的阿西莫夫了。然后到了1968年，美国航空工程师彼得·格拉瑟更是把这个概念上升为专利。卫星太阳能发电系统真的早就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科幻，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工程技术了。为什么我们要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天上去呢？有2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地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只能在白天工作，还得要在白天且天气晴朗的时候才能有效工作。第2个原因是，即便是在大晴天，我们的大气层也会将1/3的太阳能阻挡在地球之外。虽然太阳非常殷勤的每秒钟为我们送来17.3亿瓦的能量，但实际被我们利用的却少之又少。但如果把太阳能电池板换到太空当中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估计显示啊，同样一块太阳能电池板，要是把它放上太空，它的效率将会达到地面上的40倍，是不是很诱人啊？的确啊，你看技术可行，收益明显，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早点把它付诸实践呢？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专利了呀，要是早点用上，我们现在还用担心海平面上升吗？好吧，我要话锋一转了，尽管潜力巨大，但是太空电站想要实现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也有2个主要的原因，成本和效率。首先，制造和发射用于收集太阳能的巨型卫星的成本非常的高，粗略估计啊，为一座城市供电的太阳能电站的造价将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其次，我们目前还无法彻底解决能量回传的问题。还记得刚才我说过的2种回传方式吗？微波和激光，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和麻烦。使用特定频率的微波回传能量时，好处是它不会被大气吸收，于是就可以把太空电站放在距离地球表面35800公里处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在这儿它几乎可以一直被阳光照射，而且始终停留在地球同一地点的上空，只需要在对应的下方地面上建一个接收站就可以了。但坏处就是这个接收站的面积将会十分巨大，因为微波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会发散，到了地面上呢，它散开的直径可能已经高达数公里了。建这样一个与之匹配的接收站将会面临社会和经济2方面的挑战。那用激光呢？好处自然是它不会发散，传输同样的能量，地面上的接收装置可能只需要直径有个10几米就够了。但坏处是它会被大气吸收，
为了少损失一点，你就不能把它建得太高，只能选择距离地球几百公里的低地球轨道了。好了，先不说在这儿它有多少时间真的是完全笼罩在日光当中，最大的麻烦是为了维持轨道高度不掉下来，它的运行速度将会非常的快，快过了地球自转的速度，意味着它是不会停留在同一地点上空的。于是相应的地面的接收站就不能只有一个，而是沿着太空电站运行的轨道有很多个了。现在你不光要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了，还要考虑国际政治因素了，越来越复杂了。那么说到最后，太空电站看起来还真的只能停留在科幻小说里面咯？不见得哦，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成本和效率难题似乎都有了解决的方向。先来看成本发射成本不用我说了 ，SpaceX 已经用他们的可回收火箭将它降低了很多，而且肯定还有空间。制造成本，现在的太空电站的设计方案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直接把太阳能电池板在太空中铺开，而是利用更轻更便宜的反光材料，先将光线聚拢起来，然后再反射到体积更小的太阳能电池上，成本自然下降了不少。再来看效率，为什么我们非要把太空电站生产出来的电送回到地面上用呢？在空中用它就不香吗？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碳排放大户航空业，想要从烧油换成用电，最大的卡点在哪儿呢？电池。因为能量密度远小于化石燃料，所以一旦背着电池上天，飞机想要把自己送往远方都有点困难，更不要说加上乘客和货物了。那不用电池，直接接电线成不成？用太空电站的激光直接给它送电，可以吗？这好像还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哦。尽管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从技术角度来看却并非脱离现实。早在2003年 ，NASA 的工程师就用10千瓦的激光来为一架装着太阳能电池板的模型飞机供过电了。2008年，工程师们更是实验了用激光将20瓦的能量准确地送到150公里外的接收器上。当太空电站生产出来的电能够被直接用在这些每天穿梭于地球上空的数万架飞机上时，我们所担心的能源和环境问题，不是也已经解决了一部分了吗？当然，你还能想到哪些应用？不妨留言来讨论一下。另外，如果非要发送到表面上用，月球的表面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人类的月球基地供电也很香。为什么呢？首先，从地球背电池上去肯定是不现实的，那点紧巴巴的发射载荷怎么能浪费在低效又笨重的电池上面呢？其次，在月球表面建太阳能电站也不太现实，因为月球被地球潮汐锁定，自转下来差不多要1个月，意味着电站有2个星期是处在黑夜中无法工作的，这怎么行？最后，月球没有大气层，所以激光是不会被吸收的，太空电站的效率将会得到极大的发挥。所以现在包括美国宇航局、日本宇航局以及我们国家的航天机构都在对太空电站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它上天的日子恐怕是不会远了。我们就一起期待科幻再一次变成现实的时刻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元素115铂非常神秘，虽然2003年才第一次在实验室里面发现，2016年才正式被添加到元素周期表当中，但其实早在1989年的11月，也就是在被发现的10几年前人们就已经听说过它的名字了。奇怪吧？是从哪儿听到的呢？从一个声称曾在51区工作，专门从事外星飞船以及其使用的反重力技术研究的科学家鲍勃·拉扎尔口中听说的。所以今天的故事既有科学的部分，又有神秘的部分，大家酌情观看哦。咱们先来说科学的部分元素115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原子核当中包含了115个质子的人造超重元素。之所以命名为铂是因为它最早是由位于莫斯科以北大约2个小时车程，隐藏在一座白桦林中的弗莱罗夫核反应实验室里面发现的。这座实验室建造于1957年，如今呢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超重元素工厂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呢，这里的6台粒子加速器总共产生了元素周期表上的9种新元素，其中包含已知的最重的5种元素，最高编号来到了118。我们都知道，目前能够在天然环境中找到的最重的元素呢，就是第92号元素铀了。而剩下的我们能够在周期表里面看到的排在铀后面的所有元素，都必须要在粒子加速器当中人工生成的。怎么生成呢？就拿这个元素115来举例科学家首先将钙的一种特殊同位素，含有20个质子和28个中子的钙48离子呢，加速到光速的10%左右，然后拿它去轰击含有95个质子的镁243，这本身呢也是一种人工制造的放射性元素通过这样的高速轰击，镁243与钙48的原子核便成功融合在了一起，产生了4个含有115个质子的全新超重元素铂原子了。虽然它的寿命其实非常短暂在衰变为元素113之前只会存在约1/1000秒，但是它的诞生呢却非常重要，因为它太特别了，特别在2个地方。照理来说，当我们在原子核里面装入更多的质子，想要制造出更重的元素时，会更加的困难才对。
比如造元素113就比造元素112更难，造元素114呢又比造元素113难上加难啊。但是这样的趋势竟然在元素115这儿失效了，造它甚至比造一些更轻的元素还要来得更容易。这是为什么？这就非常值得科学家去好好研究了。第二个是它在周期表当中的位置非常靠近一个科学家所预测的稳定岛。在稳定岛当中的一些操纵元素呢，有可能拥有比周围元素长得多的寿命，不是1秒不到，而可能是数分钟、数小时、数天，甚至是数年，足以长到我们能够将其用于实际应用的地步。所以能够发现并顺利制造出更多的元素115末，才让科学家如此兴奋嘛。可鲍勃·拉扎尔可能会说啊，切，我几十年前不就告诉过你们了吗？好，以上呢是科学的部分，下面咱们就进入到有些神秘的部分了啊。1989年的11月11日，双十一，科学家鲍勃·拉扎尔向新闻记者乔治·纳普爆料说，美国政府早就拥有外星飞船的残骸，并从他们那儿取得了非凡的技术突破了。拉扎尔说自己曾在51区的 S4 区工作，这里是神秘的内华达试验场的一个角落。在那儿呢，他读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当时美国政府正在进行用于推进系统的反重力反应堆的研究。这已经把他给惊到了啊！但更为震惊的是，打开机库，里面竟然还存放着9个来自外星的飞碟，它们无一例外都是采用反重力驱动的。而之所以能够反重力呢，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使用了一种地球上未知的元素，元素115。拉扎尔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他们指的是外星人，不可能在地球上合成如此重的元素，所以这种物质呢，必然来自一个能够天然产生它的地方，意味着它是属于外星的。而美国政府则从这些飞船当中回收了大约500磅的这种反重力燃料。当然，在官方的版本里面呢，自然是不会承认的。但是容易产生联想的是，虽然没有承认，但政府却并没有彻底否认，甚至至今也没有真正确认过在51区工作过的任何的人员名单。虽然人类科学家合成的元素115只有1/几的生命周期，是完全不能作为什么燃料的，但是在拉扎尔在几十年前的报告中也说了他发现的这种元素115是其中更加稳定的一种同位素。所以有没有可能只是我们的科学家还暂时没有将它合成出来呢？总之这个故事笼罩了太多拨不开的神秘阴云，你就当它好玩听听就可以了。最后再说2句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实验室，俄罗斯的弗莱罗夫核反应实验室又耗巨资升级了自己的设备，旨在继续往下不断的找出更重的元素，哪怕已经是越来越难了。他们这么做难道只是为了给元素周期表再加上一行吗？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随着更重的元素的产生，我们通常能够在元素周期表上看到的元素周期性的变化特点，也就是为什么它叫做周期表的原因了，正在发生着变化。也许它们根本就没有周期，也许它们的周期根本就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也许预测中的第172号元素呢，根本就不是周期表的上限，也许这个宇宙根本就是另一个模样。好了，还要再继续下去吗？到此为止吧。